文剧情终于走到大结局，老公和儿子庆祝我恢复自由，转头就和已经出国的白月光打视频电话，儿子兴奋地在旁边鼓掌。太好了，我们再也不用假装喜欢妈妈了。再忍一忍，等他离开这个世界，我们一家3口就能团圆了。我乐坏了，赶紧拿出离婚协议书，正好我等不及要见到我真正的老公孩子了。爸爸，你什么时候和妈妈离婚啊？我好想要如烟阿姨当我的妈妈。放心，很快的，剧情已经大结局了，你和如烟阿姨再也不会因为这个坏女人受到伤害了。柳如烟也就是书里的恶毒女配，多次破坏我和顾云舟的感情。她的结局原本是失败出国，从此断绝了联系，没想到他们正在视频通话。云舟，浩浩，我好想你们。我也好想你，都怪妈妈，不听她的话，我们就会被系统惩罚。我受够她了，爸爸，你明天就和她离婚好不好？如烟阿姨，你快买机票回来。提起我，顾云舟满脸厌恶。我早就不想当他的舔狗了，等他下次再无理取闹，我立马和他离婚，逼他净身出户。柳如烟感动得要哭了。云舟，我就知道你是爱我的。我假装无事发生，独自回到了房间。为了走完剧情，我对这对父子倾注了所有感情，一切都是为了复活我原本世界的老公和孩子。成为虐文女主的10年间，我每天都过得如履薄冰，努力让剧情顺利进行，避免发生偏离，否则就会受到系统的严厉惩罚。原来顾云舟的爱是装的，怪不得我还会无缘无故受伤，怪不得剧情完成的速度越来越慢。本来打算再多陪儿子几年，既然他急着换妈妈了，那我也不好意思久留了。第二天，我把拟好的离婚协议书交给顾云舟，他眼底一闪而过的惊喜，随即疑惑地看着我。怎么了，老婆？好端端的，为什么突然提离婚？我们不是过得好好的吗？我已经知道你们和柳如烟的事了。顾云舟的脸色顿时沉了下来，立马想到昨天晚上的那通电话，最终挤出一个如释重负的笑。谢谢你愿意成全我们，这些年刘如烟她受了太多苦了，现在又一个人在国外，我收回昨晚的话，你想要多少补偿，只要在合理范围内，我都会尽量满足你。翻开协议书，顾云舟愣了愣，儿子的抚养权归他，而我什么都不要。你真的考虑清楚了吗？分明最想让我净身出户，顾云舟还假惺惺问一句，反正我马上要离开这里了，这些东西要了也没用，你尽快签字吧，别让柳如烟等急了，让她买最早一班的机票回国。顾云舟神色犹豫，迟迟不动笔。这时躲在门外偷听的儿子冲了进来，爸爸，你快签字啊，我刚刚给如烟阿姨发消息了，她正在去机场的路上。听到柳如烟的名字，顾云舟干脆利落地签完了协议书。现在你不是我妈妈了，你快从我们家搬走，如烟妈妈回来看到你，她又会倒霉的，你就是个扫把星。都说童言无忌，听到他的真心话，我还是心头一酸。对不起，是妈妈连累了你。他不知道，他的受伤住院有一半是柳如烟的功劳。他恨我抢走了顾云舟，更恨我和他生下了孩子，口口声声的如烟妈妈，不止一次想要害死他。放心，我今天就走，绝对不打扰你们的生活。我在脑海里呼唤系统，他久久才回应我。很抱歉，由于检测到你之前的违规操作，擅自将系统任务告诉男主角，我不能立刻送你回到原来的世界。好消息是，鉴于男主角有严重的欺骗行为，导致你的任务难度系数过高，我依然可以为你保留一项复活奖励，而剩余积分将被清零。剩余积分可以额外增加我的财富、健康、寿命。现在你还有最后一项任务，在离婚冷静期内挽回顾云舟的心，将剧情拉回正轨，任务成功则恢复全部积分。事到如今，还有什么挽回的必要呢？你的意思是，离婚冷静期一过，我就能回去了？是的，最后的任务做不做都无所谓了。对我来说，最重要的是复活因火灾而不幸去世的老公孩子。我收拾行李准备离开，顾云舟和顾浩在精心布置欢迎仪式，等不及要给柳如烟一个惊喜。顾浩在我和他爸爸的婚纱照上画了一个鲜红的大叉。小浩，你就这么讨厌妈妈吗？这还用问吗？要不是你故意用死来威胁爸爸，爸爸才不会跟你结婚。你一生病我就会生病，肯定是你背着我们偷偷和系统做了交易，这都是你捆绑住我们的手段。顾浩有理有据地说，一时间我哑口无言。我捂着被系统惩罚碰到窒息的胸口，朝顾浩扯出一个难看的笑容。是啊，妈妈最坏了，妈妈以后不会再绑架你们了，我会永远消失。要消失就快点消失，我还要贴气球呢。你早该料到有这么一天的，得到了我们的人又如何？你永远得不到我们的心。他面无表情地说，别忘了兑现你的承诺。我搬进父母留给的公寓，系统就要我去找顾云舟，阻止他带着儿子给柳如烟接机。如果我不去呢？虐文剧情终于走到大结局，老公和儿子庆祝我恢复自由，转头就带着儿子去接回国的白月光，系统却让我阻止他接机。如果我不去呢？
这是将剧情拉回正轨的关键节点，任务的要求之一。如果宿主连最基本的出场都做不到，则会被判定消极参与，将无限期推迟返回原世界的时间。我无奈地赶到了机场，柳如烟和顾云舟正紧紧拥抱在一起。如烟，委屈你了。你心里有我就不委屈。还没正式领离婚证呢，两个人就当着顾浩的面你侬我侬。妈妈，你怎么来了？顾浩注意到我，指着我大叫：“你居然还要来抢走爸爸！”顾云舟神色不悦地质问：“江直，你来干什么？别做梦了，我是不会撤销离婚申请的。”我说这是系统要求的，你信吗？听见系统的名字，三人脸色皆是惨白。他又给你布置新任务了。他就是让我来看看你们，仅此而已。小浩，你这2天有没有身体不舒服？没有。顾浩诚实地摇摇头。看来系统已经没用了呀，故事都大结局了。江池，你现在连累不了任何人了。柳如烟话里话外尽是挑衅，她就是顾云舟最爱的白月光。多年前，柳如烟在顾家破产时抛弃了她，是我把她从淤泥里拉出来，陪她东山再起。可惜无论我多努力，都取代不了柳如烟在顾云舟心目中的位置。宿主，这的确是我的大案，以前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。系统尴尬解释，针对他们的惩罚将会在后台持续累积，等你离开后专门进行清算。怎么个清算法？我有点好奇。最省事的做法就是直接删除这个世界，抹除掉他们的一切存在。我不免惊讶，柳如烟还在喋喋不休。对云舟念念不忘就直说，犯不着搬出系统来撒谎。不过我还得谢谢你，还算有点自知之明，主动提离婚，给我们省了不少时间。离婚冷静期一过，我和云舟就会登记结婚。江直，闹够了吧？既然我威胁不到顾浩了，顾云舟索性和我摊牌。我舔了你10年，你也该知足了。听好了，我从来没有爱过你，今后也不可能爱上你，你趁早死心吧。他头也不回，搂着柳如烟走了。这简直比地狱难度还要地狱。下一秒，我嘴里飙出一口鲜血。1个月的时间转瞬即逝，我和顾云舟约好去领离婚证。上次机场的剧情修正失败，导致后续的内容都没法进行。宿主，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了，顾云舟要向柳如烟求婚了。为了避免被判定消极游戏，我盛装出现在了顾云舟的求婚现场。江直，你来这干嘛？别紧张，我不会破坏你的求婚的，我等会就走了，老公和女儿还在那边等我。看，这是我给他们织的衣服。我给他展示随身携带的2件毛衣。系统说，求婚仪式一结束，我就会被传送回去，而我亲手制作的东西可以带回原世界。你骗人！顾浩一把抢过袋子，这肯定是给我和爸爸的，你还想要他回心转意？看清是粉色的小毛衣，上面还织了兔子的图案。顾浩震惊地张大了嘴，满眼失落，泪水在眼眶里打转，难以接受我还有别的小孩。另一件毛衣则又大又长，顾云舟明显穿不住，他表情一闪而过的慌乱，随即铁青着脸居高临下斥责我。把小浩惹哭了，你高兴了吗？他轻蔑地扫了一眼，谁稀罕你织的东西，怕是故意来恶心我们的，还老公女儿呢，你撒谎也该有个限度。我看你这不是活得好好的，这辈子就老老实实待在这里吧。想看看后续的，搜小程序大鱼故事会，输入565646看全文。阅文剧情终于走到大结局，老公和儿子庆祝我恢复自由，转头就和已经出国的白月光打视频电话，儿子兴奋地在旁边鼓掌。太好了，我们再也不用假装喜欢妈妈了。再忍一忍，等他离开这个世界，我们一家3口就能团圆了。我乐坏了，赶紧拿出离婚协议书，正好我等不及要见到我真正的老公孩子了。爸爸，你什么时候和妈妈离婚啊？我好想要如烟阿姨当我的妈妈。放心，很快的，剧情已经大结局了，你和如烟阿姨再也不会因为这个坏女人受到伤害了。柳如烟也就是书里的恶毒女配，多次破坏我和顾云舟的感情。她的结局原本是失败出国，从此断绝了联系，没想到他们正在视频通话。云舟，浩浩，我好想你们。我也好想你，都怪妈妈，不听她的话，我们就会被系统惩罚。我受够她了，爸爸，你明天就和她离婚好不好？如烟阿姨，你快买机票回来。提起我，顾云舟满脸厌恶。我早就不想当他的舔狗了，等他下次在无理取闹，我立马和他离婚，逼他净身出户。柳如烟感动得要哭了。云舟，我就知道你是爱我的。我假装无事发生，独自回到了房间。为了走完剧情，我对这对父子倾注了所有感情，一切都是为了复活我原本世界的老公和孩子。成为虐文女主的10年间，我每天都过得如履薄冰，努力让剧情顺利进行，避免发生偏离，否则就会受到系统的严厉惩罚。原来顾云舟的爱是装的，怪不得我还会无缘无故受伤，怪不得剧情完成的速度越来越慢。本来打算再多陪儿子几年，既然他急着换妈妈了，那我也不好意思久留了。第2天，我把拟好的离婚协议书交给顾云舟，他眼底一闪而过的惊喜，随即疑惑地看着我。
怎么了，老婆？好端端的，为什么突然提离婚？我们不是过得好好的吗？我已经知道你们和柳如烟的事了。顾云舟的脸色顿时沉了下来，立马想到昨天晚上的那通电话，最终挤出一个如释重负的笑。谢谢你愿意成全我们。这些年，刘如烟她受了太多苦了，现在又一个人在国外，我收回昨晚的话，你想要多少补偿，只要在合理范围内，我都会尽量满足你。翻开协议书，顾云舟愣了愣，儿子的抚养权归他，而我什么都不要。你真的考虑清楚了吗？分明最想让我净身出户，顾云舟还假惺惺问一句：反正我马上要离开这里了，这些东西要了也没用，你尽快签字吧，别让柳如烟等急了，让他买最早一班的机票回国。顾云舟神色犹豫，迟迟不动笔。这时，躲在门外偷听的儿子冲了进来：“爸爸，你快签字啊！我刚刚给如烟阿姨发消息了，她正在去机场的路上。”听到柳如烟的名字，顾云舟干脆利落地签完了协议书。现在你不是我妈妈了，你快从我们家搬走！如烟妈妈回来看到你，她又会倒霉的，你就是个扫把星。都说童言无忌，听到他的真心话，我还是心头一酸。对不起，是妈妈连累了你。他不知道，他的受伤住院有一半是柳如烟的功劳。他恨我抢走了顾云舟，更恨我和他生下了孩子，口口声声的如烟妈妈，不止一次想要害死他。放心，我今天就走，绝对不打扰你们的生活。我在脑海里呼唤系统，他久久才回应我。很抱歉，由于检测到你之前的违规操作，擅自将系统任务告诉男主角，我不能立刻送你回到原来的世界。好消息是，鉴于男主角有严重的欺骗行为，导致你的任务难度系数过高，我依然可以为你保留一项复活奖励，而剩余积分将被清零。剩余积分可以额外增加我的财富、健康、寿命。现在你还有最后一项任务，在离婚冷静期内挽回顾云舟的心，将剧情拉回正轨。任务成功则恢复全部积分。事到如今，还有什么挽回的必要呢？你的意思是，离婚冷静期一过，我就能回去了？是的，最后的任务做不做都无所谓了。对我来说，最重要的是复活因火灾而不幸去世的老公孩子。我收拾行李准备离开，顾云舟和顾浩在精心布置欢迎仪式，等不及要给柳如烟一个惊喜。顾浩在我和他爸爸的婚纱照上画了一个鲜红的大叉。小浩，你就这么讨厌妈妈吗？这还用问吗？要不是你故意用死来威胁爸爸，爸爸才不会跟你结婚。你一生病我就会生病，肯定是你背着我们偷偷和系统做了交易，这都是你捆绑住我们的手段。顾浩有理有据地说，一时间我哑口无言。我捂着被系统惩罚碰到窒息的胸口，朝顾浩扯出一个难看的笑容。是啊，妈妈最坏了，妈妈以后不会再绑架你们了，我会永远消失。要消失就快点消失，我还要贴气球呢。你早该料到有这么一天的，得到了我们的人又如何？你永远得不到我们的心。他面无表情地说，别忘了兑现你的承诺。我搬进父母留给的公寓，系统就要我去找顾云舟，阻止他带着儿子给柳如烟接机。如果我不去呢？这是将剧情拉回正轨的关键节点，任务的要求之一。如果宿主连最基本的出场都做不到，则会被判定消极参与，将无限期推迟返回原世界的时间。我无奈地赶到了机场，柳如烟和顾云舟正紧紧拥抱在一起。如烟，委屈你了。你心里有我就不委屈。还没正式领离婚证呢，两个人就当着顾浩的面你侬我侬。妈妈，你怎么来了？顾浩注意到我，指着我大叫，你居然还要来抢走爸爸！顾云舟神色不悦地质问，江直，你来干什么？别做梦了，我是不会撤销离婚申请的。我说这是系统要求的，你信吗？听见系统的名字，三人脸色皆是惨白。他又给你布置新任务了。他就是让我来看看你们，仅此而已。小浩，你这2天有没有身体不舒服？没有。顾浩诚实地摇摇头。看来系统已经没用了呀，故事都大结局了。江池，你现在连累不了任何人了。柳如烟话里话外尽是挑衅，她就是顾云舟最爱的白月光。多年前，柳如烟在顾家破产时抛弃了她，是我把她从淤泥里拉出来，陪她东山再起。可惜无论我多努力，都取代不了柳如烟在顾云舟心目中的位置。宿主，这的确是我的大案，以前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。系统尴尬解释，针对他们的惩罚将会在后台持续累积，等你离开后专门进行清算。怎么个清算法？我有点好奇。最省事的做法就是直接删除这个世界，抹除掉他们的一切存在。我不免惊讶，柳如烟还在喋喋不休，对云舟念念不忘就直说，犯不着搬出系统来撒谎。不过我还得谢谢你，还算有点自知之明，主动提离婚，给我们省了不少时间。离婚冷静期一过，我和云舟就会登记结婚。江直，闹够了吧？既然我威胁不到顾浩了，顾云舟索性和我摊牌。我舔了你10年，你也该知足了。听好了，我从来没有爱过你，今后也不可能爱上你，你趁早死心吧。他头也不回，搂着柳如烟走了。这简直比地狱难度还要地狱。
下一秒，我嘴里飙出一口鲜血。1个月的时间转瞬即逝，我和顾云舟约好去领离婚证。上次机场的剧情修正失败，导致后续的内容都没法进行。宿主，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了，顾云舟要向柳如烟求婚了。为了避免被判定消极游戏，我盛装出现在了顾云舟的求婚现场。江池，你来这干嘛？别紧张，我不会破坏你的求婚的，我等会就走了。老公和女儿还在那边等我，看，这是我给他们织的衣服。我给他展示随身携带的2件毛衣，系统说求婚仪式一结束，我就会被传送回去，而我亲手制作的东西可以带回原世界。你骗人！顾浩一把抢过袋子，这肯定是给我和爸爸的，你还想要他回心转意？看清是粉色的小毛衣，上面还织了兔子的图案。顾浩震惊地张大了嘴，满眼失落，泪水在眼眶里打转，难以接受我还有别的小孩。另一件毛衣则又大又长，顾云舟明显穿不住，他表情一闪而过的慌乱，随即铁青着脸居高临下斥责我，把小浩惹哭了，你高兴了吗？他轻蔑地扫了一眼，谁稀罕你织的东西，怕是故意来恶心我们的，还老公女儿呢，你撒谎也该有个限度，我看你这不是活得好好的，这辈子就老老实实待在这里吧。